波兰开放领空，边境驻兵4万大军，俄罗斯现双线危机。莫斯科连爆2日，机场停飞，石油港口烈焰冲天，能源与交通枢纽全面受创。红军村再收2亿，乌军重创俄装甲突击部队。导弹直击克里米亚特勤局，黑海舰队陷入瘫痪72小时。西方军援加码，俄夜袭乌兵工厂，东欧战火再度升级。大家好，首先带来一则震撼的消息。日前，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发起了新一轮空袭，打击范围涉及维特尔等多个地区。更重要的是，这次空袭不仅仅是远程无人机作战，乌军还首次大规模将无人机用于打击加里宁格勒州，并用弹道导弹袭击了黑海舰队残部聚集的新罗西斯克港。为什么这条消息如此重要？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之间并不直接接壤，中间隔着波兰。如今乌军能够直接打击该地区，意味着波兰已经允许乌军借道并开放了领空。这也可以看作是波兰对俄罗斯无人机袭击的回应。这一行动的战略意义不止于此，包括圣彼得堡在内的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空袭压力。乌军无人机可以越过波兰直接打击加里宁格勒，而俄军若想通过波兰领空反击，将面临被拦截的风险。此外，俄方原本试图通过袭击波兰来调动北约防空力量，将其从前线和乌克兰本土转移到波兰，以削弱乌克兰的防空援助。但波兰巧妙应对，允许乌军袭击加里宁格勒，迫使俄防空资产向战略重镇加里宁格勒转移，从而削弱了俄军在前线和本土的防空力量。另外一条让整个东欧都神经紧绷的突发新闻的是，波兰派出了4万大军封锁波白边境，边境线上甚至已经拉起铁丝网，仿佛一堵新的铁幕正在缓缓落下。这几乎等于直接切断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陆上通道。对于加里宁格勒而言，物资断流将是致命打击。面对这一局面，克里姆林宫已经急了。俄外交部周四2次敦促波兰开放边境，称此举具有极大破坏性，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波兰方面选择无视。波兰总理图斯克宣布将和乌克兰合作研发反无人机系统，利用乌克兰在这一领域的经验来加强边境防御。与此同时，拉脱维亚等国也在采取类似措施，几乎切断了俄白与欧洲的陆路通道。乌克兰的这场空袭和波兰的支持，无疑为乌克兰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也让俄方在防空与后勤压力上更加紧张。俄罗斯不仅要加派防空力量保护加里宁格勒，还会被迫在前线和本土之间重新分配资源。而从加里宁格勒向乌克兰西部发动袭击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波兰显然不会为俄军提供空中便利。北约这边的表现则显得有些慢热。最近一批侵入波兰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是由美国和荷兰的 F-35战机拦截的，不过真正取得战果的是荷兰空军，而不是美军。与乌克兰相比，北约国家在无人机防御上明显没那么随时待命。乌克兰对俄罗斯发起了新一轮远程打击，还波及到莫斯科周边地区。在列宁格勒州，俄军最大的石油港口普里莫尔斯克港也在袭击后停止运营，这意味着俄罗斯能源供应可能受到严重冲击。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报道，从9月11日至12日晚间，乌克兰向俄罗斯多地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其中包括莫斯科以西约150公里的卡卢加地区。空袭导致当地国际机场被迫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这已经是首都连续第2天发生爆炸，莫斯科郊区甚至传出了巨响。早前一天，莫斯科北部洛布尼亚的电子仓库也发生了大火，据称仓库内存放的可能是与俄军相关的武器配件。乌军在这轮袭击中还重点针对了列宁格勒州，直接击中了该地最大的石油装卸港普里莫尔斯克港。现场视频显示，港口一带燃起熊熊大火，甚至在海面上都能看到巨大的火球。普里莫尔斯克港每年可处理超过6000万吨石油，是俄罗斯能源系统的重要枢纽。此外，它还承担着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运输任务，这些船只主要是为了规避西方制裁而建立的。
如今港口遭到袭击，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运输和出口系统面临新的压力。根据最新信息，乌克兰安全局确认，普里莫尔斯克港在遇袭后已暂停运营。尽管俄方尚未发表回应声明，但从港口起火的规模来看，破坏绝对不小。与此同时，俄罗斯弗拉基米罗夫州的石油运输公司以及斯莫棱斯克的石油库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现场画面显示，这些设施都燃起大火，并伴有连续的爆炸声，显示乌克兰正在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进行集体打击。从莫斯科的核心区域到偏远的斯摩棱斯克，俄罗斯各地都在感受到俄乌战争的深刻影响。路透社数据显示，今年8月，俄罗斯的石油和燃料出口收入已经降至5年来最低水平，而进入9月，乌克兰针对炼油厂和能源设施的打击趋势仍在继续加强。这意味着乌克兰不仅在前线持续施压，更在战略后方对俄罗斯能源系统展开高强度打击。未来俄方能源和经济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另外，在最新一轮针对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的行动中，乌军摧毁了俄军的检查站和关键后勤桥梁，对边境地区形成了直接打击。根据诺尔报告，当地时间9月11日前后，乌克兰 UA 下划线 RAG 特种部队突然朝库尔斯克发动袭击，直扑俄军前线检查站。前方视频显示，检查站上空已升起浓烟，热成像仪捕捉到耀眼的火光，爆炸声响彻俄乌边境。这是自8月底乌克兰第5边防团攻破库尔斯克以来，他们再次深入俄罗斯边境要塞。与此同时，在别尔哥罗德方向，乌军部署的 FPV 无人机成功摧毁了新塔沃尔赞卡一带的一座桥梁。据悉，这座桥原本用于俄军运输补给物资，是当地重要的后勤通道。乌军此前已在桥底埋设炸药，经过无人机联合打击，桥梁被彻底摧毁。此外，乌军特种部队还曾在9月7日前后借助战机支持，进入别尔哥罗德地区，长驱直入并击毁俄军聚集点。俄方则否认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遭到地面攻破，但对于检查站和桥梁遇袭的具体情况未作回应。外界关注的焦点在于，乌军是否会将这种突击模式延伸到布良斯克等俄边境地区。长期以来，乌军特种部队就频繁在这3大区域活动，并得到俄军地方反对力量的支援。这表明，俄罗斯领土内部的战事并未真正平息，它仍然能够对乌东前线的战斗提供策应。波克罗夫斯克地区一直是俄乌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最新消息显示，乌军成功收复了波克罗夫斯克周边的2块要地，沙霍夫和沃洛德米里夫卡。根据俄罗斯军事频道披露，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展开围剿行动，清除了俄军的掩体后，迅速乘势进攻周边定居点，实现了土地收复。这已经是乌军近期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又一次胜利。过去这段时间，他们已成功夺回多块失地。俄军目前被困在突出部一带，西方情报分析认为，他们面临被彻底击溃的风险。尽管莫斯科方面否认波克罗夫斯克有被包围的迹象，但仍在不断向前线增派兵力。继苏梅方向调来2个旅后，俄军又将第61旅和第336旅部署到顿巴斯地区，以加强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防守。要知道，波克罗夫斯克位于顿涅茨克州，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连接乌克兰东部多条交通要道和补给线的枢纽。对俄乌双方来说，控制这里不仅能在战术上取得进攻或防御优势，更能在战略层面影响整个顿巴斯地区的局势。长期以来，俄军在此地投入大量兵力，试图突破乌军防线，而乌军也深知其战略价值，构筑了完善的防御体系，顽强抵抗俄军进攻。在近期的一次战斗中，俄军集结了一支装甲突击部队，包括2辆坦克、3辆装甲车和11辆摩托车，试图对乌军阵地发动突袭。然而，这一行动被乌军提前发现。乌军侦察力量，包括无人机和地面侦察小组，密切监控战场动向，迅速锁定了俄军纵队。乌军第79空中突击旅下属侦察单位很可能通过热成像设备和其他先进侦察手段，在普罗赫雷斯定居点附近发现了俄军行动。他们观察到，
俄军沿乡间小路向马林尼夫卡村移动后，迅速制定了伏击计划。战斗开始时，乌军首先动用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随着指令下达，一枚制导火箭准确击中了行进中的俄军车队中部，巨大的爆炸瞬间打乱了俄军队形，多辆车辆起火，现场陷入混乱。在俄军车队陷入瘫痪之际，乌军 FPV 自杀式无人机部队迅速展开行动。这些无人机携带高爆炸药，精准攻击失去行动能力的俄军车辆。每一架无人机都锁定目标，俯冲而下，与目标同归于尽。在海马斯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双重打击下，俄军装甲部队几乎全军覆没。2辆坦克、3辆装甲车和11辆摩托车被彻底摧毁，现场残骸散落一地。据后续统计，此次伏击至少造成50名俄军士兵阵亡，其余幸存士兵陷入混乱，失去战斗能力。这次战斗对俄军的打击沉重，不仅人员伤亡严重，装备损失也削弱了俄军装甲突击能力，同时可能打乱了原有战略部署。原本计划通过装甲突击突破乌军防线的行动落空，俄军不得不重新评估战场形势，调整作战策略。最近一则震惊国际社会的消息迅速传开，据悉，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电子战中心发生了剧烈爆炸。乌克兰方面宣称，经过长期精心策划和精准情报定位，乌军成功斩断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关键情报网络，使得黑海舰队通信中断长达72小时。这一事件不仅对前线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再次将全球的目光聚焦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之上。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透露，乌军特种部队和情报部门密切合作，锁定了俄军这一核心通信与电子战枢纽。这个电子战中心一直是俄军在黑海地区的关键信息节点，负责对乌军行动进行侦察和干扰，同时保障俄军内部通信的顺畅。然而，在乌军的突袭下，这座情报堡垒瞬间被摧毁。袭击发生当晚，克里米亚夜空被爆炸的火光照亮，巨大的爆炸声甚至传到数公里之外。现场的浓烟滚滚，多栋建筑被炸毁，火光冲天。周边民众表示，爆炸威力巨大，让人胆战心惊。有分析认为，乌军极有可能运用了先进导弹技术和特种作战手段，突破了俄军严密防空体系，才得以对这一戒备森严的目标发动如此致命的打击。此次爆炸的直接后果是黑海舰队通信全面瘫痪，在长达72小时里，舰队指挥系统以及下属舰艇和部队之间的通信完全中断，这让黑海舰队在作战指挥、协同行动以及对战场态势的实时掌握方面陷入极大困境。军事专家指出，现代战争中，通信系统就像军队的神经系统，一旦中断，部队的作战效能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在通信中断期间，黑海舰队无法及时接收上级指令，也难以与友军配合，其整体作战能力大幅下降。除了对黑海舰队的直接影响，这次事件还严重破坏了俄军在克里米亚乃至整个战场的情报网络。电子战中心是俄军情报收集和分析的重要节点，存储着大量关键情报信息。它被摧毁后，俄军在该地区的情报侦察能力大幅下降。乌克兰方面表示，这次行动成功斩首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情报网，使俄军难以有效监控乌军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动向，为乌军后续行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面对这次重大损失，俄罗斯方面尚未做出全面回应，但可以预见，俄军将采取措施恢复通信与情报能力，并加强关键设施防护。不过，这次事件已经充分暴露了俄军在防空和信息安全方面的漏洞与短板，如何在未来冲突中弥补这些不足，将是俄军面临的严峻挑战。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打击一直不断，最近克里米亚上空多次出现乌克兰火烈鸟导弹的身影。根据 Astra 新闻援引俄罗斯监测频道的消息，日前乌军向刻赤海峡一带发射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据悉，乌军成功击中了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特勤局关键设施。随后，萨基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都检测到了导弹的踪迹，同时乌克兰还动用了无人机打击群。目前更详细的战况尚未传出，
但当地人表示，整个夜晚都能听到连续的巨响，特别是在克赤附近还隐约出现火光，俄方频道接连发出警报，显示局势异常紧张。显然，乌克兰的目标就是临近的克里米亚大桥，外界也在关注火烈鸟导弹对大桥的打击效果。至于萨基和塞瓦斯托波尔，他们都是俄军的重要基地，前者有军用机场，后者更是核心军港，同时也是黑海舰队的前驻地。不过，目前这些基地已受到乌军打击，俄军整体撤回到了俄罗斯本土海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军就安全了。乌克兰特战队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完成了一次精确打击行动。乌克兰情报总局发布的一段新的无人机袭击视频显示，乌军使用搭载星链通信系统的无人机对黑海上的俄罗斯船只进行了定点打击，目标锁定为伊林号救援船 MPSV-07 项目，无人机成功击中了船上的天线桅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行动并未对俄罗斯舰艇造成实质性的军事损伤，更偏向于展示乌方远程打击与精准定位能力。早些时候，乌军还曾重点摧毁克里米亚的雷达和防空系统，为导弹打击铺路。据 Euromaidan 通讯社披露，这段时间乌克兰打掉了包括 S-300 在内的多套防空设备，以及 Nibol SVU 和 Podlyet K1 雷达站。值得注意的是，火烈鸟导弹自推出以来已经在实战中检验过。实际上，在8月底就有3枚导弹打向克里米亚，当时还击毁了阿米扬斯克的俄罗斯安全局哨所，并打掉了6艘军船。如今，新一轮打击再次来袭，而目标很可能就是克里米亚大桥。随着卫星图像的公布，我们将能第一时间解读其实际打击效果。另外，乌克兰火烈鸟导弹的产量也正在快速提升，从每天1枚增加到7枚，显示乌方远程打击能力正在显著增强。最新消息显示，英国政府宣布将与乌克兰共同研发和生产章鱼拦截无人机，计划每月交付数千架，为乌克兰前线提供全新防空力量。据透露，这种无人机的成本约为俄罗斯沙赫德无人机的1/10，旨在为乌克兰提供经济高效的拦截手段，以应对俄军频繁使用的低成本攻击无人机。这一消息发布之际，局势再度紧张。在欧洲层面，欧盟继续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将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为乌克兰提供60亿美元贷款，用于生产无人机，包括可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的型号。这是继德国和英国后，欧盟对乌克兰提供的又一项重大支持，旨在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和经济能力。与此同时，欧盟向乌克兰提供200万发炮弹的计划已完成约80%，预计将在10月全部交付，为乌军补充迫切所需的弹药储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此举体现欧盟对乌克兰的深度介入及对俄罗斯的战略施压。另外，瑞典宣布将提供8.36亿美元的援助，包括18门弓箭手自行榴弹炮，并承诺在2026至2027年继续拨款，总额达73亿欧元。欧盟层面也计划通过和平基金等渠道，为乌克兰采购弹药和武器，并加大对乌国防工业的投资。面对西方不断加大的援助，俄罗斯采取了强硬反制，其导弹在深夜锁定乌克兰一座关键兵工厂，爆炸瞬间震耳欲聋，厂区火光冲天，建筑和设备损毁严重，周边基础设施也遭波及。虽然乌克兰官方尚未公布人员伤亡，但毫无疑问，这次打击给当地带来了沉重代价。从战略角度看，俄罗斯此举背后有2层含义：第一，乌克兰的兵工厂是前线武器和弹药的命脉，打击这些设施等于削弱乌军后勤，让其在战场上陷入被动。第二，这是对欧盟的警告，如果持续向乌克兰输送军援，就必须做好面对俄罗斯反制的准备。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反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烈谴责此次袭击，称其为俄罗斯战争暴行的又一例证，并呼吁国际社会实施更严厉制裁，加大对乌军事援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对袭击表示不可接受，强调欧盟将继续履行对乌承诺，并研究进一步制裁方案。然而，欧盟内部在对俄政策上
仍存在分歧，一些国家担忧过度刺激莫斯科会带来安全和经济风险。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与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密切合作，保持对俄压力，但国内部分声音担忧长期卷入俄乌冲突会消耗巨额资源，并牵制战略重心。国际分析人士指出，俄军夜袭兵工厂和欧盟炮弹援乌计划的交错，使冲突再添变数。随着西方军援加码与俄罗斯反制升级，战事或进入更加激烈和危险的新阶段。未来的关键在于国际社会能否通过外交努力推动降温，否则局势升级不仅将令俄乌两国付出沉重代价，也将威胁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稳定。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